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正话直说。本期咱们直接聊延长停火这事儿。美伊双方眼看就要谈成框架协议了。当初川普高调宣布封锁阿曼湾，我就说这家伙调子起得这么高，8成协议快成了。现在他直接甩出王炸，就是想赶紧收尾，给市场和国内那帮人一个说法。果然，今天一下子冒出2条消息：一，美伊原则上同意把4月22日到期的临时停火再延长一段时间，给外交多留点空间。2，双方谈判代表最近沟通很顺，正一步步接近结束冲突的框架协议。美方说未来几天可能安排面对面再谈一次，时间地点还没定。我在中午节目里就分析过，双方现在都不想真打。浓缩铀问题、霍尔木兹海峡管理、黎巴嫩停火，这些其实都能谈，卡住谈判的最大石头就是以色列不肯松口。现在来看，美伊分歧其实不大，上次伊斯兰堡没谈拢，但沟通一直没断，巴基斯坦肯定没少使劲儿，背后当然少不了中国的影子。这2天拉夫罗夫在北京访问，很明显跟美伊谈判和地区局势有关，中俄在这件事上的战略考量。我个人认为最核心的就是3稳，稳住伊朗，反霸权，保住能源通道，关键是不能让以色列的核讹诈得逞，不然全世界都得人人自危。抢着搞核武，那样中俄肯定得出手，既要跟美国充分沟通，也要全力把美伊拉回谈判桌，推动停火降温，还得在联合国层面保住航道畅通。回头看一看这次美伊正在接近的框架协议，我估计有几个重要信号。先是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大骂以色列是扎根巴勒斯坦的癌症，这话绝对不简单，是在传递以色列还在阻挠谈判的强烈不满。紧接着特朗普对天空电视台说，4月27日前跟伊朗达成协议有可能。伊朗外交部也表态，浓缩铀的程度和类型可以商量。拉夫罗夫则说俄罗斯可以帮伊朗保存浓缩铀，老中的重要性，这下看出来了吧？哪儿都有他，哪儿都没他。就在谈判消息传出的同时，中方还跟伊朗外长通了电话，强调愿意通过和平方式寻求理性解决方案。很明显大家都在使劲促谈，我估计这2天老中挺闹心。川普这个二货把本来能轻松解决的事儿，硬生生搞成了保卫美利坚大国地位和美元霸权的生死战，太坑人了。本来中国真正全面走向世界，至少还得等10年15年。结果这场伊朗冲突一打，老中还得帮老美收拾烂摊子，又得护着美元不崩，又得保美债，不爆雷还得维持2战以来那套国际秩序。对老中来说确实冤，但他再冤也得维持，因为他是这套体系里最大的受益者。要是美元真垮了，或者秩序彻底乱套，老中付出的代价只会更大。现在市场已经开始交易战争结束，美股在涨，原油在跌。接下来就看什么时候正式宣布延长停火和框架协议，川普估计发个推就行，但框架协议内容可不能随便推。我个人认为这个框架协议大致会有这么几条：一、浓缩铀，伊朗公开承诺不再发展核武器，现有浓缩铀要么运到俄罗斯，要么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原地稀释。2、解除部分或全部经济制裁，作为放弃核武的配套，美国应该会答应。具体时间双方再细谈。3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管理，伊朗和阿曼一起管，阿曼把部分权力给美国，实际上就是美伊共同管理，应该没太大问题。4、战争赔偿，美国法律不允许自己出钱，那等于承认战败，可以让其他国家或通过相关基金向伊朗重建注资。5、美军基地，美国不可能全撤，那等于自费石油美元，但可以给出撤出伊拉克的具体时间表，对伊朗也有个交代。6、所有战线全面停火，这一条必须有，再猛烈轰炸的概率已经很低，美国现在打不动了，继续打还得国会授权，所以停火对他来说反而轻松，保持类似板门店的状态就行。延长停火的时间各方提议不一样，巴基斯坦建议延长45天左右，到6月初解决复杂问题，美伊内部则倾向至少30天，最多不超过60天，避免无限期拖下去执行力下降。停火对双方都有利，美国能缓解军事和财政压力，避免深陷泥潭，稳定国内情绪，还能继续掌握谈判主动权。伊朗则能解除生存危机，保住政权和关键设施，
有时间处理国内脆弱的经济，同时推动解除制裁。但关键的关键还是以色列。目前看，以色列伙同美国打伊朗的3大目标一个都没实现。要是美伊真核谈成功，以色列啥好处没捞到，反而被伊朗导弹炸毁大量建筑和基础设施。内塔尼亚胡不被重判才怪，他年纪摆在那儿10几年牢狱出来，估计都熬不住。所以对他来说，停战等于政治自杀，只有继续破坏谈判，让战争拖下去才能保住自己。当然他还有其他招，比如挑起跟土耳其的冲突，但破坏美伊谈判是最方便最快的。估计现在不光中俄怕他用核武器，川普更怕。对于全世界来说，停火与否已经不是最要紧的。海峡一旦再关半个月，缺油恐慌就会指数级放大，日韩、台东南亚、欧洲都得跳脚。这几天菲律宾和越南那边缺油已经很严重了。接下来我们就等着川普发推吧，只有他推了，我们才知道停火延长多久，框架协议具体怎么落地。这事儿说到底已经不是单纯的地缘博弈，而是被个人私利和野心裹挟的你死我活。我们普通人没有任何办法，只能买单，承受痛苦的代价。全世界被内塔尼亚胡一个人的野心推着往前走，而他现在其实只需要一张特赦令，以色列总统偏偏不给。这个国家的思维真的很奇怪。为了所谓的国内司法正义，就让全世界走到战争边缘吗？我们现在还是老老实实等美伊谈判的结果吧。除此之外也做不了什么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再见。